さんこんにちは，ラムです。大家好，我係ラム。今日咧就想用呢一條片咧同大家分析下，到底日文易學啲定係韓文易學啲呢？咁呢一條問題咧，其實都好多人問過我，但係每一次咧我都唔能夠可以好簡單咁樣用係日文或者係韓文而去答佢哋嘅，因為我覺得咧去比較呢兩種語言嘅時候，其實佢哋都相差分別之大。要我逐個 point 去比較嘅話咧，可能講2個鐘頭。所以咧今日就喺呢條片度希望盡量簡短啦，同埋咧會以下5個範疇去比較呢兩種語言嘅。就係咧文字、發音、單字、文法，跟住到最後咧就係文法。好啦，首先由文字講起啦。大家都知道日文有片假名同平假名啦，韓文咧就有40個子音同母音咁樣嘅。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啊，日文咧要片假名、平假名每個都差40幾50個，好難背喎。不如我記韓文仲快啦，韓文係 alphabet 嚟㗎嘛咁樣。但係其實咧我自己就會個人覺得其實韓文係更加難記嘅。嗱，日文咧。譬如啊 U A O 咁樣嗰個形狀就只會係嗰個發音啦，但係喺韓文咧一個字你見到佢好多圓圈啊、正方形啊咁嗰啲咧，每一嚿嘢佢都係表達一個發音嘅。佢就好似譬如韓國呢兩個字咁樣啦，韓就係 HAN， 然後國就係 KUK 咁樣擺埋一齊變成2個字。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雖然你背晒嗰40個字母啫，但係你合埋咗嗰一嚿嘢，你係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咧，你就諗啊呢個係 H， 呢個係 A， 呢個係 N， 啊佢加埋係 Han 咁樣啦。但係日文就冇呢個問題啦，你記得嗰粒字嘅話咧，就已經可以讀到嗰一個文字嘅發音出嚟。所以其實調翻轉咧，我會覺得日文係易記過韓文嘅。講真咧，就算我記晒40個字母都好啦，韓文當佢每一次以唔同嘅形狀組合啊咁樣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一開頭都幾吃力嘅。咁所以其實到最後，譬如韓國或者係Hong Kong呢2個字，呢啲字都好啦。其實我都係以成個組合記咗佢呢一個形狀，成嚿嘢就係Han，而唔會話哦呢個 H 呢個 A 呢個 N 咁樣記。咁所以以文字方面嚟講咧，我會覺得雖然喺日文嚟講你要記嘅嘢可能係望落去係好多，但其實韓文係我會覺得更加多。即係你直至到你完全100% 可以駕馭到佢嘅時候咧，韓文係會難過日文嘅。而大家都知道啦，日文除咗片假名、平假名，對於外國人嚟講最難嘅一樣嘢係漢字啦，但係對於講中文嘅我哋嚟講咧，根本就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綜合咗咁多樣嘢同埋我自己經驗嚟講啦，就會覺得文字體制呢一樣嘢咧係日文會比較容易學啲嘅。第二樣嘢咧就係發音啦。咁首先喺日文嚟講啦，母音就5個 I E U E O， 跟住韓文嘅母音咧就有21個咁多嘅。咁就喺母音呢方面嚟講咧，韓文咧的確係難學好多嘅。咁啊，再睇埋字音啦。要留意嘅咧就係韓文入邊咧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字音啦，全世界各地所有嘅 language 入邊都比較難揾嘅，就係 tense consonant， 即係平時我哋所講嘅雙字音啦。咁另外比較發音嘅時候啦，除咗我頭先所講嘅字音啊、母音之外咧，其實有一樣嘢大家經常性都會忽略嘅，就係我哋平時所講嘅抑揚頓挫，即係 intonation 啦。咁呢一樣嘢其實因為我哋廣東話或者講普通話都係啦，因為我哋 tonal language 啦，其實對於 intonation 呢一樣嘢咧係冇其他冇聲調嘅語言咁敏感嘅。點解我會攞呢樣嘢出嚟講咧？首先我就俾2句韓文一句字俾大家聽下啦。一句就係뭐먹을래？뭐먹을래？嗱，呢2個句子咧，其實佢哋字面上係寫出嚟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咧佢哋嘅 intonation 就唔一樣啦。而呢個 intonation 咧就會影響呢一句嘢本身嘅意思啦。佢一個咧就係點啊？去唔去食嘢啊？另外嘅意思咧就係你想食乜嘢啊？咁但係因為我哋分唔到呢2個個 intonation 嘅差別啦，可能經常性就會造成咗呢個誤會啦。咁當然啦，當你係成個 context 你都知道嘅時候，可能你已經準備要去食飯，然後人哋問你뭐먹을래嘅時候，咁當然你就知道佢係問緊我要食乜嘢。咁但係當純粹係呢2個句子掉俾你嘅時候咧，可能你就會唔識得分啦。而喺日文嘅情況嚟講咧，雖然可能 intonation 會讀錯啦，咁但係讀錯嘅時候都未必會令到你會有誤會咯。暫時嚟講咧，我因為 intonation 嘅問題而有誤會咧，都係韓文嘅，就日文就冇試過啦。咁所以整體上嚟講，發音咧，我覺得日文係100% 係比較容易過韓文嘅。第3個方面咧就係詞語啦。咁我覺得日文同韓文嘅固有詞語我都冇乜需要比較啦。咁我想攞翻漢字詞出嚟講。大家都知道日文咧有好多漢字詞，你見到佢咁多漢字就知啦。其實韓文一樣都唔少㗎喎。日常生活入邊嘅韓文對話咧，大概有60至70% 咧係包含咗漢字詞嘅。然後咧公文啊，即係譬如話 report 啊、啲學術論文啊等等咧。
高達90% 都係包含咗漢字詞嘅。咁所以其實當你學韓文嘅時候，雖然佢嘅字係韓文字啦，但其實佢好多都係漢字詞嚟嘅。咁但講到漢字詞呢樣嘢嘅時候咧，大家必須要知道日文同韓文嘅漢字詞雖然望落去同我哋嘅好似，其實好多咧都意思上係有分別嘅，所以呢一樣大家要注意翻啦。咁但係有漢字詞的，而且確咧係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容易去學習佢哋一兩種語言啦。如果你淨係講話學習漢字詞嘅容易程度嘅話咧，當然係日文比較簡單，因為佢根本就係嗰隻漢字。而韓文咧，除非你嗰本教科書係有 mark 俾你佢個漢字係乜嘢啦，如果唔係，你都要查字典嘅時候佢先會出嚟。而且你查完之後會發覺其實嗰隻漢字同中文嘅意思根本係唔一樣嘅。咁但係調翻轉去講呢啲漢字詞嘅發音嘅時候咧，又唔同講法咯。大家都知道日文嘅漢字咧，佢哋可以有好多個發音嘅。攞人嚟做一個例子啦，譬如 hitori 一人啦，一個人啦 futari 兩個人啦。但係平時講外國人嘅時候，你又會講 jin， 你講何人幾多人啊嘅時候要講 nin 喎。咁啊，淨係呢幾個咁常用嘅詞語入邊咧，人呢個字已經有3種發音啦。但係韓文入邊咧，每一個漢字咧，其實佢只有一個發音嘅啫，係冇咁難記嘅。你唔會見到，雖然你唔會見到隻漢字啦，但係當你熟習咗成個韓文嘅語言嘅時候，其實你個心入邊成日都會諗起嗰個漢字，想用漢字去表達嘅時候咧，你就唔需要諗嗰個漢字嘅發音係邊個咧咁樣嘅，就冇呢一個煩惱啦。然後我想特別喺呢度講一講咧，就係其實韓文嘅漢字發音咧，同廣東話好多都係好似嘅。首先韓文所謂嘅拍籤啦，佢哋有七個拍籤，N M N G P T K， 仲有加個 L 嘅。然後廣東話入邊咧就有 N M N G 跟住 P T K 6種。咁韓文嘅 L 喺邊度嚟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喺廣東話嘅 T 音嗰度分裂出嚟嘅。譬如話似黑菜個鐵字啦，跟住譬如數字178、1、7、8，你都可以見到廣東話佢係 T 音，韓文佢係 L 音收尾嘅。咁呢啲好多研究入邊都有指出咧，佢哋係有可能係有關聯嘅。我就自己會覺得啦嚇，你要 reading 嘅時候容易咧嘅就係日文 ，speaking 嘅時候容易啲嘅咧應該就係韓文啦。以漢字詞嚟講。喺呢度就講少題外話啦。其實我嘅碩士畢業論文咧，就係寫關於 multilingual 嘅香港人去學習韓語嘅漢字詞嘅時候，喺唔同嘅因素影響之下，佢哋會有咩分別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下次我再拍條片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嘅碩士論文啦。咁第4樣嘢咧就係文法啦。喺文法方面咧，日文同韓文都有助詞啦，即係 ika、或者係哇加咁樣。咁樣然後佢哋結構咧都係 SOV 嘅。喺呢方面就冇乜大分別，所以就唔可以話邊一樣比較難啲。咁但係我覺得韓文難嘅地方咧就係在於佢哋嘅動詞變化啦。講下詞書形、原形先啦。日文咧通常都係烏收尾噶嘛，即係譬如話食べる啦、飲む或者最多係有埋する咁樣。咁你知道記沙變動詞或者咩韓動詞咁樣咧，我就知道點樣記。咁但係韓文比較複雜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形容詞啦同埋動詞，佢都係以他收尾嘅。喺韓文嘅某啲學家嘅嗰個分析嚟講啦，佢就唔會講話動詞同形容詞，佢哋會講靜態動詞同埋動態動詞，即係呢一個動詞包唔包含 action 咧咁樣。佢哋嘅變化咧係會根據佢嘅動詞定係形容詞而改變嘅。而最難嘅地方就係有一啲字咧，你根本就唔知佢係動詞定係形容詞啦。咁所以咧喺動詞變化方面啦，就會覺得韓文係難啲噶啦。好多人都會覺得你識日文就梗係識韓文噶啦，咁似咁樣。其實呢樣嘢係一個好錯嘅觀念嚟嘅。嗱，其實韓文有好多用法上嘅嘢咧，同日文唔一樣嘅。喺嗰啲日文同韓文嘅參考書度揾到兩個一模一樣意思嘅文法出嚟都好啦，佢哋嘅用法係非常之唔一樣。所謂用法即係話喺咩情況之下使用啊，有啲咩單字會經常同呢一啲文化一齊使用啊。同埋有一樣嘢就係韓文有未來式，而日文係冇嘅。日文不論係聽日做嘅嘢又好，今日現在我要做嘅嘢又好，都係用現在形啦 shimas 咁樣啦。需要考慮嘅地方係喺好多嘢都唔能夠直譯嘅，因為佢哋意思喺兩個語言入邊會有分別嘅。咁所以就好希望大家就唔好再覺得你識日文就識韓文㗎啦，你識韓文就識就學日文，梗係簡單啦。嚟到最後一個 point 啦，就係文化。可能你就會問啦，點解語言關文化咩事咧？其實語言同文化，文化同語言根本就係分唔開嘅。所謂嘅文化咧，其實我係講緊話你喺個語言應用上面啊、使用上面、日常生活同人哋講嘢嘅方面咧，你能唔能夠可以好似呢條咁樣咧？譬如話，首先日文同韓文有所謂嘅敬語啦，有伴語。咁呢一方面可能都尚算比較容易去 handle 嘅。咁但係去到講到敬語嘅時候，日文同韓文都有敬語啦，但係其實咧
日文嘅敬語咧就叫做相對敬語，韓文嘅敬語咧就叫做絕對敬語。佢哋喺敬語嘅使用嘅上面咧係有好大分別嘅。日本咧有一樣嘢叫做 uchi soto， 有入同出，即係自己個 group 人同埋外面個 group 人嘅。即係譬如話我今日同個客人講我自己間公司嘅社長嘅事情嘅時候咧，喺日文嚟講我就唔需要用敬語去講個社長做咗啲乜嘢，因為我對住嘅客人，而社長係我uchi嘅人啦。但係韓文就冇呢樣嘢嘅，韓文就係絕對敬語。總之社長係我嘅上位嘅人，咁我需要對佢所做嘅嘢就要用翻敬語啦。而日文咧就會考慮埋佢所屬嘅嗰個團體，咁所以喺呢兩個敬語嘅使用方面，我自己就會覺得因為韓文係絕對敬語啦，咁所以係比較容易 handle 啲嘅。另外我自己覺得比較難去學嘅一樣嘢咧，其實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嗰一類型嘅挨拶。即係譬如話喺日本嚟講，すみません其實除咗 sorry 嘅意思之外，亦都有多謝嘅意思嘅。佢通常都會喺講多謝之前咧，就會講翻一句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佢哋兩個會擺埋一齊用。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咧，就純粹用廣東話嘅思路去諗咧係唔正確嘅。咁但係喺韓文嚟講咧，我暫時就未發覺到有啲咩大嘅差別啦。而喺呢一方面，我會覺得日文係比較難學啲嘅，韓文咧就都尚算比較似翻廣東話。咁另外有一樣嘢，我覺得日文難學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你唔能夠將你所諗嘅嗰個 idea 啦，直接譯翻做日文去講，因為咧喺佢哋聽嚟咧會覺得好失禮嘅。香港人最中意就係好直腸直肚啦，中意食唔中意食，好難食好好味咁樣。但係日本人講嘢通常都會兜好大個圈，通常佢就多緊啦嘅時候真係 no 啦。咁呢啲嘢可能你聽嘅時候你就會知，你會明啦。但係即係到你要講嘅時候，你唔會成日都會咁快可以轉到個彎去轉翻個圈，用翻個日本人嘅表達方式去表達出嚟嘅。所以喺文化方面咧，我會覺得日文係難學好多嘅。咁綜合以上5個方面嚟講咧，日文似乎真係容易學過韓文好多。不過我覺得就見仁見智啦，因為我自己身邊都有好多朋友係先學韓文，之後來就去學初級日文咧，佢哋就覺得日文好難嘅。係啦，今日呢一條片咧就到呢一度為止啦。如果大家有啲咩關於日文同韓文想我比較，或者係有啲咩嘢想問我嘅話咧，歡迎大家去下面嘅 comment 嗰度留言啦，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多謝。大家係咪以為條片完咗咧？其實咧仲有最後一個 point 就係身為香港人啦，咁大競爭嘅社會，大家選擇學一種語言嘅時候，當然會考慮埋考試啦，係咪？呢部咧就有2本日文考試同埋韓文考試嘅參考書。好啦，其實日文嘅參考書咧，大家會睇到佢寫明係 N1 啦。咁佢一次考試有5份卷，由 N5 去到 N1，有5種不同嘅難度。而韓文考試其實就只有分初同埋中高級嘅，咁而中高級就係分3、4、5、6級，就睇你分數啦。咁你呢兩個級數咁咪又係考試卷一份，有咩分別咧？呢兩個考試佢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日文嗰個級數入邊嗰個範圍入邊嘅詞彙啊、文法，你只要背嘅話咧，其實你基本上都可以合格嘅。咁當然啲 listening 你都要練啦。而韓文中高級咧，因為佢就冇話，你好難畫一個範圍俾佢。你知道大概嗰一紮文法就係中級，嗰一紮文法係高級，但係你就唔可以100% 肯定佢哋全部都會出晒喺呢一個韓文考試入邊嘅。咁而且日文考試嘅出題方式咧，每一題都會針對某個單字、針對某個文化去問你。你咁啱唔識嗰一個咧，你就只能夠撞嘅啫。而韓文咧，佢全部嘅大部分嘅問題啦，都係文章嚟嘅。咁就算你唔識某個單字、唔識某個文法，你都可以靠前文後理大概估到。咁如果你係靠 communication 上面嘅嘢咧，韓文考試係易考啲嘅。但係你話唔係喎，係嗰啲比較鈍啲嘅人嚟嘅喎，真係要靠死背先至可以考到試嗰啲人咧，咁日文嘅考試嗰個 system 就可能比較適合你啦。咁樣去分析呢兩種語言咧，雖然就可能比較功利啲，咁但係就如果考試都係你考量嘅其中之一個因素嘅話咧，我覺得你就可以考慮下呢兩個比較適合你啲啦。另外再提一提大家，韓文嘅考試係有 writing。而日文考試係冇嘅，而且韓文考試咧，相信不久嘅將來咧，大概將來可能呢1-2年啦，就會包埋 speaking 嘅考試。其實喺韓國呢一邊咧，聽聞已經開始進行緊一啲嘅模擬考試，去測試緊佢哋嗰個 system 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去考嘅話，就快啲考啦。如果唔係咧，遲啲就要考埋 speaking 噶啦。